司令员，就打这么一个小村庄，我就失去了138个弟兄啊！他们都是我的生死弟兄啊！有的从红军时期跟我一起过来的老伙计，有的是刚入伍2、3个月的战士，他们还是孩子。他们的爹娘在等着儿子回家呀，他们的媳妇儿在等着男人回家。那天，三营长跟我说了，说革命胜利之后回家，好好的看看儿子。他还没见过儿子呢。司令员，都说我犯老虎狠，我看着他们，我心疼啊，疼死我了！我们不能和敌人的坦克硬拼了。司令员，敌人现在开始全面收缩部队，有突围迹象。33军有什么动静？33军没什么动静。蒋介石和陈诚已经给33军军长李玉堂下了3道命令，命令他增援26师。但是这个李玉堂就是按兵不动，这和我们战前的判断是完全一样的。在陈老总的严厉督促下，鲁南兵工厂已经连夜赶出了500个手雷，今天上午就会送到。另外，各部队昨天晚上接到你的命令之后，已经紧急制作了一批带投送杆的炸药包。老夫，你去找几个有经验的老乡打听一下。我看这天气，今天晚上可能要有大的雨雪。好吧。哎，老夫。昨天晚上，小虎打得很好，一个人打掉了2辆坦克。多尔驴要给他记大功，但陈老总说记大功还不够，战后要评功评奖，应该推荐授予华东战斗英雄。小虎是个好战士。谢谢首长。去吧。现在看呢，共党是把山东和苏北的主力部队都集中起来了。他们下了狠心，要吃掉26师和快速纵队。现在，他们把26师围得水泄不通啊！我真是没有想到，26师加上一个快速纵队，这么强的2个部队紧紧贴在一起，共军说打就打。我原先一直担心，共军要打，先挑我们打。军座，现在我们该怎么办？南京那边一会儿来个电话，一会儿来个电话。那依你们看呢？现在，我军的处境非常危险，别说增援他人，能独善其身就已然不错了。
依我看，共军能够解决26师，他的打援部队马上就会变成攻击前锋，一晚上就能到达我们这里。确实如此。听说粟裕打仗，打第一仗的时候，第二仗就已经想好了，第二仗还没打完，第三仗就开始了。我们33军呢，现在说不定已经被他圈在地图上了。那就这样吧，命令各师向徐州方向靠拢，立即行动。南京那边我们怎么交代啊？先撤退吧，等行动起来以后再说。到时候他们想阻挡我们，也来不及了。谢科长，报告，进来。来，小谢，快过来。首长啊，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什么了？首长这时候叫我来，肯定是有什么奇妙的任务啊，所以我已经把侦察队集合起来了。这次任务不算太奇妙。来，坐。哎，你看啊，这是通往义县的道路，这旁边有一条小河，这是343高地。343高地临河这一面非常陡峭，看清楚了吗？看清楚了。你的任务就是带领一支小分队，多带炸药，把这个343高地给我炸塌下来，彻底堵住这条小河。就这么简单？你可不要给我掉以轻心啊！带一个懂爆破的参谋去，把这条小河完全给我堵住。另外，这条道路是敌人的必经之路，来往敌人很多，万一被他们发现，千万不要同他们纠缠。今天天黑以后开始行动，记住，不能早，也不能晚。是，请首长放心。首长，能不能问一问，为什么要堵住这条河啊？这个嘛，现在还要保密，赶紧执行任务去。哎，那要不要顺便把沿途的公路和桥梁给它炸掉？绝对不行，沿途的道路绝对不许破坏。是。哎，首长。首长，我问了好几个人了，他们都说啊，看这天气啊，不是下午就是晚上，一定会有大雨或大雪。好。哎，刘进谷呢？首长，首长，我来了。刘进谷，哎，这次任务非你刘老财莫属啊！首长，是不是让我们打坦克？我们已经准备好了。不，你们的任务是配合敌人向义县方向突围。配合敌人突围？首长，这是为什么呀？我预料，今天下午开始，肯定会有大雨雪。我刚才已经让谢永清带一个小分队，去炸塌343高地，把小河完全堵住。你看，343高地附近是一片洼地，小河阻住之后，河水必然会上涨，漫过道路，加上有大雨雪，水量增加，这洼地必然会完全被水浸泡。没错，肯定会这样。敌人正在突围，但是向什么方向突围，他们心里也没有底。义县方向是他们的一个选择。你的任务就是在这个方向阻击敌人，让敌人在这个方向打开一个缺口，然后让敌人向义县方向突围而去。这个时候你要追着他们打，第一，不能让敌人犹豫和回头；第二，让他们跑得快一点。首长，妙计呀！你这是要把敌人的机械化部队推到水里头去呀？啊！快点！手榴弹拿过来。小不劲啊！连长啊！连长！连长！连长！再加高点！快点！我把手雷领回来了，一共60个。好啊，小心点。好的。再运过来点！你们20个，
其余的各班4个。哎，连长，这也太不公道了吧！公道？他们班有打坦克的经验。小虎昨天晚上一个人就打掉2辆，你打掉几个呀？点高点！我没骂你一晚上白打了，你还敢说我不公道？对了，团里说了，这只是第1批手雷，今天还会再来1批。各班派1个人把手雷领回去。是，同志们，旅长好，旅长好，旅长好，放着吧。团长好，团长好，旅长，大华，同志们，敌人正在组织突围，苏司令命令，我们这个方向要牢牢地把住，一步都不准后退。旅长，团长和政委一大早就来动员过了。昨天我们就吃了这个攻势不好的亏，他奶奶的，我范老虎还没吃过这么大亏呢。今天无论如何要把攻势给我修好，听到没有？听到。旅长，我们已经按照团里的要求，在前面挖了防坦克坑，还摆了很多障碍物。团里边也给我们配了手雷，我们自己也准备了带送杆的炸药包。狗日的坦克，看他还能不能像昨天那样欺负咱们。说得好。哎，大华啊，你这额头上的伤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就是被火药熏了一下。额头都烧焦了还说没事儿？我告诉你啊，千万小心，不能化脓了。你王大华可是我范老虎的宝贝啊！啊，是，真没事儿。就是将来找媳妇儿可能有点困难。这个啊，你放心，你找媳妇儿这事儿啊，交给我了。将来他要是嫌你额头有疤，你就告诉他，你就说是我范老虎说的。这是什么疤呀？这是勇敢的疤，光荣的疤。别人他想要啊，他还没有呢。小虎，首长好，表现不错，陈老总已经亲自点名表扬你了。谢首长。小虎，笑什么笑？笑什么笑啊？首长好。啊，好。首长好，首长好。哎呀，我这儿马上要打仗了，你们这些小丫头片子上来干什么来了？上回伤了你们一个，钟主任把我好好的骂了一顿，苏司令员差点撤了我的职。首长，您放心，这次不会了。钟主任不但组织了我们救护伤员，还教会了我们打仗呢。你们都会打仗了？对，哎，是啊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打仗肯定不用你们，有节目赶紧演2个，演完了赶紧给我下去。首长，你还是小看我们。我敢小看他们？上次就是因为我小看了你们，我吃了那么大的亏。从那以后啊，我可再也不敢小瞧这些小丫头片子了。哎，大华，赶紧让他们干活啊！啊？别看了，干活！走，说点事儿。小虎，我们专门为你排了一个节目。为我？是啊。为我排什么节目啊？你那么勇敢，又当了英雄，现在整个部队谁不知道？这也没什么，打国民党反动派，战士们一个比一个英勇。那可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啊？你傅小虎同志可是陈老总跟苏司令亲自点名表扬的。那是首长们对我的鼓励，其实真的没什么。我说，傅小虎同志，想不到你还挺谦虚的，还真有点大英雄的样子。瞧你这话说的！我走。快，敌人开始突围了，准备战斗！各就各位，准备战斗！航空团下去！首长，我们就在这里救护伤员。你们进入阵地！傅小虎，掩护航空团下去，快点！是，周宇，快走！快，做好准备，快点！周宇，快走！周宇，快走啊！小虎，收到我信没有？都收到了，快走！你收到几次啊？数不清了，快走！快走啊！到底几次？5次，5次！那你为什么不回信？
快走！小虎，我等你回信。好，快走！李鱼堂这个混账，我让他增援，他反而后退，我非把他送上军事法庭不可。韦作也非常生气，刚才我去见他，连我都骂了一顿。现在没什么别的办法了，只有靠整编第26师自己坚守待援。26师有快速纵队保驾，防守没问题，只要他们一心坚守，肯定能守住。你告诉他们，一定要守住，援兵2、3天之内就可以赶到。是。报告，26师开始突围了。什么？不是让他们坚守待援吗？他们报告说，共军在他们周围集结了6个纵队以上的兵力，他们绝对抵挡不住。副师长和参谋长等人商量决定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誓死突围。他们商量个狗屁！糊涂，简直是糊涂透顶！既然人家人多势众，就应该坚守阵地。离开了阵地，那不是白白送去让共产党消灭吗？啊！要怪就怪马立武这个王八蛋，他擅离职守。命令空军多派飞机掩护26师突围。空军报告说，战场上空的云层较厚，派出的战斗机也发现不了目标。他们就不能飞低一点儿？他们说不敢，怕损失了战斗机，负不起责任。哎呀，这他妈都怎么了？这都狗娘养的，都不听命令了。该增援的不增援，该坚守的不坚守，就连空军也搞3搞4的，这仗还打不打了？你去，把空军司令周志柔的电话给我接过来。是。哎呀，真是天助我也呀！陈老总啊，光听见飞机的声音，看不见飞机的影子啊！上次在徐州，唐伯还跟我夸他的飞机，我当时就挖苦他的飞机不能下到地面来抓俘虏，他还不服气。现在他的飞机不但不能下到地面来抓俘虏，而且这天气一坏，他还来不了了。哎，这个整编26师怎么还在攻打独二旅阵地啊？太来劲了，没完没了了啊！老总啊，这个你也要理解，突破了独二旅阵地，也就打通了向徐州靠拢的道路。不过我预料，在攻击无果之后，他们会转而攻击其他方向。等他们改变方向，就太被动了，这样会耽误时间的。有一个办法，不知道行不行？哦，讲讲看。马立武不是被困在易县了吗？他现在肯定像是热锅上的蚂蚁。他呀，上吊的心都有了。战斗发起之后，我们切断了26师同易县的电话通讯。如果现在我们把这个通讯恢复起来，马立武8成会让26师部队向易县，向他自己靠拢。完全有这个可能。他现在急于要控制自己的部队，急于想跟自己的部队在一起，不愿意这个26师向徐州靠拢，舍他而去。这样呢，他会变成孤家寡人，蒋介石也饶不了他呀。那我们就试一试看。王参谋，你负责恢复26师同易县的电话通讯，计划要周密，动作要快，特别是不能引起敌人的怀疑。是。另外，我们再组织一支部队攻打易县，让马立武惊恐交加，促使他尽快下达我们需要的命令。打易县。好，这样呢，我们的锦囊妙计8成就可以用上了。哎，还有没有可以调动的部队杜3师马上赶过来了，这是山东的老部队，善于攻城，我看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他们吧。好，下命令吧，让这个呼延代马不停蹄，连夜向易县发起猛烈的攻击。起草命令。好。好，这样一来，就是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了。两位首长外面下雨了。哦，好走，看看去，看看去。老总。报
总师长，是不是要休息一下？不行，还有10多里地呢，再坚持一下。部队一口气跑了200多里路了，实在走不动了。走不动也得走，走不动就拖着走。陈老总下死命令，必须按时到达战场。他饶不了我，我也饶不了你们。我走，战，撤。哎呀，这雨越下越大了。老总啊，你看。哎呀，你们进去避避雨。哎呀，下得好，下得好。哎，下得好，下得妙，下得老天呱呱叫。两位首长，快进屋吧。这大冷天，小心淋湿了会生病啊。不急不急，我要跟苏司令啊，好好的看一看这冬天的雨景呐。啊！哎，老傅，去给我和苏司令拿件大衣来。哎，老伙计啊，这古代的诗人呐，一写到冬天的雨景，都是很断肠的嘞。像是寂寞孤灯、凄风苦雨，都是啊人生的至苦之境啊。据我考证呐，这个杜甫这两句“万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独登台”这两句的时候，其实也是在冬天下雨的时候。这两句诗呢，反映了万般之苦啊！啊，老总好兴致啊！那是当然了，敌人的凄风苦雨，那就是我们的好风好雨啊！真是好风凭借力，送我到胜利啊！啊，首长，独三师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，大部队马上也就到了。好，请他们按照战斗命令，按时向一线发起攻击。胡师长请示，能否推迟一下进攻时间？现在雨下这么大，部队行军了1天1夜，希望能给部队一点休息时间。现在部队太疲劳了。不，让他们抓紧时间吃顿饭，必须按时发起攻击。是。这场雨虽然会要了26师的老命，但是我们部队的指战员也要吃大苦头了。副骑兵，副骑兵，到！通知后勤部多收购一些生姜，越快越好，送到部队去啊！另外啊，让那个卫生部啊多买一些油，哎，越多越好。一个战役打下来啊，不算伤员，就算病号也少不了啊！啊，首长放心吧。哎，我说苏玉啊，你这个脑瓜里头在想啥子？从肃北战役到现在，部队已经连续作战1个月了，体力消耗到了极限。这场仗打完以后，也该好好休整一下了。可是这上10万的部队，到哪里去躲藏呢？首长，胡师长来电话，还是想推迟总攻的时间。那个，我去说。走。胡师长，我是苏叶，你们要求不行，不是我心肠硬，我知道你们很辛苦也很疲劳，但是现在情况特殊，你们必须抓紧时间发起攻击。苏司令，我们的部队实在一点力气都没了呀！你们先抓紧时间吃顿饭，好吗？我来跟他讲。胡延代，你放肆！你出息了，跟苏司令讨价还价，你这是目无纪律，没有法治。哎，谁不苦啊？谁不累啊？其他的部队在战斗一打响就扑了上去，他们不苦，他们不累。敌人不苦，敌人不累吗？你的部队是豆腐部队，连蒋介石的26师都赶不上。现在啊，我以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的名义撤销你的师长职务。哎，老总，叫你们政委来。李东平，你听好，现在由你担任师长职务，按时攻击。抗过的时间啊，不用党纪，这仗打不好，我同样用党纪。老总，我们坚决执行命令。不过老总，
对于胡师长的处分，能不能缓期执行？等打完这一仗。老子，跟我陈毅，还要讨价还价吗？哎，老总，大战在即，还是缓期吧。那好，属实人员再替你们说情，那就缓一缓。但是我丑话说得头里哈，如果这一仗打不好，市议员和政委一起垮台。我们坚决执行命令。是。老胡，不要再说什么了，换身干衣服，赶快吃饭，吃完饭打仗。吃个鸟！要吃你自己吃，老子今天打死算个球。把各团长、政委给我叫出来。参谋长，到，立即下达命令，哪个小子敢拖老子后腿，我一脚把他踹河里去。是。各团长、政委们，陈老总让我给你们带句话。什么话？他让我问问你们，你们是不是豆腐部队？好，老子的独三师是钢铁部队，个个都是英雄好汉。哪个小子敢拖老子后腿，我亲手毙了他！一会儿攻城的时候，给我打出独三师的气势来，要让这帮反动派知道谁在打他们。我们不是豆腐部队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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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炮！喂，师部，喂。喂，师座，电话通了。哎呀，向我靠拢，向我靠拢！我们靠不过去，我们被送进。别什么废话，这是命令。我是师长，知道吗？是，师座，我们马上向一线方向突围。我连阵地失守了，有一股敌人窜了进来，团长让我们从侧面出击，把敌人打出去。好，过去吧。300，跟我来！同志们，打！轻点，给我点水喝。女共军，太稀罕了！兄弟们，抓活他！连长，敌人把文工团员抓住了。这还了得！快报告吧！来不及了，同志们，上刺刀，追上去，把人给我抢回来！上！站住！走，快走！别追了！清点人数，看少了没有？谢谢你们了，幸亏你们来得及时。是啊，要不太谢谢你们了。团长，不知道会怎么样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怎么少了一个？啊，周岩，你是不是忘了数自己啊？对了，加上我正好一个没上。好，刚才太危险了，你们再晚了一会儿，我们就要当俘虏了。就是啊。行了，吓死我们了。你们快下去吧，这危险。小虎，你怎么受伤了？没有，这下都是敌人身上蹭来的。小虎，你真勇敢。行了，快下去吧。嗯。走。快走。走，走。小虎，
又怎么了？啊？有这样的事儿？可不是嘛，人已经在敌人手上了。那是王大华带着一个排的战士，端着刺刀冲上去，愣是从敌人手里把人抢回来的。这叫啥子啊？这叫啊，英雄救美。让那些丫头们都回来吧，前线情况复杂，他们不善于应对。啊，他们呀都不肯回来，现在啊都到救护队去了。那就让他们小心点，下次再碰到这样的事情，那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。是。老夫，小虎那小家伙，是不是也参加了英雄救美的行动啊？哎，参加了，参加了。哎，小虎那可是第一个冲上去的啊！当时端着白花花的刺刀，吓得敌人一下子就把周岩给放开了。不错啊，我看这两个小家伙可能要有情况。首长批评的对，回头我得提醒他一下。哎，不，老夫，你这回完全没有正确领会首长的意思。嗨，说是你的意思啊，乐观其成。这战争交响曲不能光有主旋，也要有浪漫曲，这样才更完整、更丰富，更动人。是啊，这说明啊，我们野战军的后代正在茁壮成长。守住阵地，寸土不让，你知道吗？你别跟我说困难，天大的困难你也给我守住！我告诉你啊，谁要是敢跟我丢了1寸阵地，我范老虎的脾气你知道吗？还要我再告诉你一遍吗？什么？敌人撤退了，改变突围方向了？你再他娘的跟我说一遍！报告首长，刘金谷旅长来电，敌军已向我独一旅阵地发起试探性进攻。好。哎，诸葛亮，1线外围已经让我扫干净了啊！我打算半个小时后就开始攻城。啊哈哈哈！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休息？吃饭？哎，宋司令，我们赶了200多里路，
你跟赶鸭子似的让我们去攻城。啊！现在眼看成都攻下来了，你又让我们休息，你啥意思啊？你都把我给弄糊涂了啊！哎，我说胡师长，我可……哎，胡延仔，陈老总，你糊涂啥子嘛？苏司令是在耍敌人，你晓不晓得啊？执行命令，赶快让部队啊休整待命，卖锅造饭，弄点热乎的吃，留几个山炮啊，摆摆架子都可以了。听明白没有？我不明白啊！哼，看样子啊，他还是没明白啊。什么？敌人攻击的很猛吗？哎呀，太好了！我跟你说，那就不要守了，节后退，退到第2道防线，你再守上一阵子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一定要退得像真的一样。哎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在苏玉司令手下当兵吃粮的。你既要会胜利前进，哎，也要学会呢胜利后退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要是叫敌人看出了破绽，我刮了你的胡子。总长，如果26师要突围，只能往徐州方向，绝不能往枣庄和义县方向突围。为什么？刚才接到前方报告，雨雪很大。在通往枣庄和义县的道路上，前途有很多河流，我们的快速纵队很难通过，而且很有可能会被困在低洼地区。加上雨雪天气，这种可能性会更大。如果往徐州方向，道路会通畅很多。总长，丁参谋的话有道理。把这个意见告诉26师。是。报告。26师报告，根据马立武师长命令，他们已经在通往义县的方向打开了共军的防守缺口，现在全军正在向义县方向靠拢。完了，26师完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是他们打开了缺口？很明显，这条道路分明是粟裕给他们留下的。你是说，粟裕会在途中给他们设置埋伏？这个嘛，我还不知道。但是，最好命令他们往徐州方向突围。不可能了，不可能回头了。马上提醒26师，小心埋伏。是。等等。没有关系啊，那一带地势平坦，就算遇到埋伏也没什么了不起的。26师加上快速纵队火力强大，足以在野战条件下阻挡共军的进攻。他一定在那条路上另外布置了我意想不到的圈套。可是，是什么圈套呢？哎，你说这天到底黑了没有？差不多了吧？啥叫差不多啊？差不多就是黑了。真的黑了？我怎么感觉这天还是这么亮啊？下雪天天就是这么亮。又下雨又下雪的，这不是活活要把26师冻死在那儿吗？嘿，我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了？我明白苏司令为什么让我们来执行这次任务了。为什么？这可是天大的秘密，现在不能告诉你。报告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完毕。准备，起爆！
看看效果怎么样？不行就再来一次。敌整编26师和快速纵队已经完全打通了都伊里的防线，正在向易县方向全速前进。让他们继续前进，命令都伊旅追上去，用最快的速度把敌人赶到水里去。报告，进来。哎，小谢啊，首长回来了。哎，怎么样啊？首长，没问题了。343高地附近的公路上，全都被水泡上了，足足泡了有3、4里路呢。我看清楚才回来的，而且那边现在范围还在扩大呢。好。哎呀，这个风雨声呐，越来越大喽！啊！先让敌人洗个冷水澡，凌晨2点发起总攻，天亮前必须解决战斗。特别强调啊，天亮以前必须撤出战斗。虽然现在啊，我们已经围住了敌人，但敌人的火力还是很强的。如果天亮以后啊，会增加伤亡。还有，天亮以后如果天气转好，敌人的飞机还会来增援。敌人目前的增援决心很大，必须要速战速决。按陈老总的指示，起草命令吧。是。往前冲！听见没有？往前冲！没有退路了，后面的共军已经追上来了。现在停下来，必死无疑！长官，共军正在阻击我们，道路全都被堵死了，到处都是水啊，到处是兵啊！我的坦克不能动了，长官，我的坦克不能动了！到处都是水呀！我明白了，为什么共军放我们走这条路？他是早就做好套了，这比什么埋伏都要厉害。全军都陷在冰水里，不到天明，冻都冻死了。鲁南战役，歼敌53000余人，生擒中将师长2人，缴获大批坦克、装甲车、汽车和火炮，被中央军委誉为空前大捷。咱们编个节目吧。好啊，什么节目啊？先起个名字吧，题目就叫做《巧借风雪打坦克》，怎么样？好啊，这个名字好。哎，首长来了，首长来了。咦，哎，姑娘们，冷不冷啊？首长好。姑娘们怎么那么高兴啊？听说前面抓到了很多坦克，听说是在泥巴里抓住的，就像抓泥鳅一样。对了，我们准备编个节目，题目就叫《巧借风雪打坦克》。哎，这个名字起得好啊！
我非常满意。苏司令呢？我完全同意，就这么定了。好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姑娘们，这雪地上滑，小心别摔跤了。这坦克已经是我们的了，从今以后他再也不会逃跑了。好，降。首长再见。降。走吧，真好。就是啊。司令员，司令员来了。首长，首长好。大家有没有好好睡一觉啊？啊？哎，都坐吧。都吃到肉没有啊？肉我们是吃到了，就是这个睡觉啊，我们大家得换班。首长不是说了吗？休整不是休息，我们机关的事情啊，一样也不能少啊。可不是嘛？教育培训、部队整顿、武器装备的更新与保养，还有作战总结、评功评奖、统一建制，这可都需要机关组织安排的。哎，这打仗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多事儿啊？所以说嘛，这休整啊，不是休息，是加油。对，小陈，这到了后方军容风纪，可更要讲究啊。哎，独立师来电报没有？啊，你看，这是刚来的，要求野战军派兵增援。他们现在很困难，独6师只有6个团，但是现在在他们的周围有敌人的3、4个整编师，确实难以周旋。独6师的戏才刚刚上演，不许他们较困难，给他们回电，让他们必须继续保持作战态势，每5天至少打一仗，不能小打小闹，让4个团一起上，要打出翻江倒海的感觉，要打出华野主力的样子来，让他们开动脑筋，多想办法。命令各团停止战斗，天亮之前给我撤离战场。是，不能再打了，敌人已经开始反击了。等他们反过劲儿来，咱们可吃不消啊！这仗根本就不能打。现在这种情况，能够自保已经很不容易了，主动出击就等于以卵击石。这苏司令也太抠了啊！这掩护大部队休整这么大的任务，连个像样的部队都不给留下。哎，苏司令这步棋肯定是对的，就是有点高看我们独6师了。报告，有一股敌人朝我们这边冲过来了。有没你？有，跟我来。是。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走。1、2、3、4。哎，陈老总。咦，嘿嘿，哎呀，怎么不多睡一会儿啊？听不到枪炮声，反而睡不着了。本来啊，好歹可以睡个觉的，还是不行的。刚才傅继平啊给我发了个单子，我数了一下，必须要办的事情啊，超过了100件，真的是日理万机了。今天一早，独6师又给我来电报了。昨天夜里，他们偷袭敌人1个旅，不但偷击不成，反而差点让敌人给粘上了。哎，还是那句话，要求增援，对不对？对。走。对，所有的情况必须要尽快的掌握。哎，陈老总，老总，司令员，外边冷吧？哎呀，来，快来，走，烤火，烤火。哟，苏司令，还是屋里暖和啊。这几天呢，独6师虽然迷惑住了敌人，但是局面还是险象环生啊。部队极度的疲劳，减员也在增大。敌人已经被我们打怕了，这个行军啊、宿营啊、战术的集团都在扩大。这样呢，独6师很难找到战机。你说打又打不过，不打又不行。傅继平，你是哪一个的参谋处长？敢替部队在这儿跟首长讲条件？成何体统？记过一次。首长批评的对。咱们这独6师啊，是由地方武装组建的部队。说实话，我对他们心里没底啊。这次野战军啊，能不能休整好，这个疑兵的作用是相当关键的。我建议啊，如果可能的话，可以调一个师过去，增援独6师啊。
独六师虽然困难，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。傅启平，你让他们上报下一步的作战计划，并且规定，以后作战计划要3天一报。3天一报，逼的是不是紧了点啊？该讲的都跟他们讲了，剩下的呀就是执行任务了，必须要寻找战机，创造战机，造出华东主力的威风来。啊，那增援的事儿呢？留中不发，一个字不提啊？一个字不提啊，就是态度。一个字不提，可不是不管呐，他们要有啥子困难，该管还是管。老总啊，我有一支骑兵，可以前去增援独六师。到乌阳集还有几里路啊？啊？到乌阳集还有几里路？哦。师长，麻烦了。 这打成僵局了，师长。以我们独六师现在的本钱，根本做不了这种光天化日之下的大买卖。那不打能怎么着啊？这才3天没打仗，你看野司怎么说？说我们消极避战啊？那本来指望急打急撤，迅速解决战斗。你看看这人手，你看看这战斗力啊！这一打不就粘上了吗？行了行了，你俩都少说2句。哼，老段了，我看这锅饭完全是煮夹生了。 不管怎么样，咱们行动要快，要不咱们就被动了。被动了才好，被动了才合他们的意呢。再给野司发报，让援军马上到来。哎，等等，现在发报不合适吧？哎，老胡，你来看看，我们附近有4个敌人的整编师正往这儿赶来，最快的2、3个小时就能赶到这里。那个时候，对面的这个335师和他们里外夹攻，我们独六师啊。 就是插翅都难飞呀！那要现在撤退，335师一定尾随咱们上来，形成被敌人追打的局面，那咱们不更被动了吗？必须用最快的速度拿掉这个335师。怎么解决？能解决早解决了。正常的方法是来不及了，只能使诈了。那你赶紧下命令吧。你带上特务营，扮成敌人援军的模样。你看。 从山口这头一路热热闹闹给我打过来，我们这边被你们打得人仰马翻，措手不及，只好给你们让开一条通道，然后你们就朝着335师的师部发展。到了他们师部附近，你们就发起强攻，干掉他的师部。这样太冒险了，万一被敌人发现，那咱们有可能全军覆没呀！没有别的办法了。参谋长，有，执行命令。是。 2位首长，我走了。小心点特务营有，跟我
快，跟上！站住！你看，他们把共军打退了，哎，是自己人。弟兄们，咱们的兄弟部队过来了，自己人！同志们，占领任务！嘿，只用了10几分钟，就把335师的师部给断了。侥幸而已啊！命令各团沿着现在打开的通道向齐平山方向撤退，1分钟也不能耽搁。赶紧收拾东西，跟上部队。好。团长，有一股共军往齐平山方向去了，我们要不要打一下？上峰没有战斗组织，我们怎么打？我们一个团还不够共军一口吃的。这股共军太厉害了，一个冲锋就把师部打掉了。派搜索队找一找，看看师部还有什么人剩下没有。这肯定是范老虎的部队，我跟他交过手，打仗就是有股不要命的劲儿。范老虎，那可是共军的1等主力啊！哎，师长来了。伤亡情况报上来没有？报上来了，伤亡700多人，损失惨重啊！真是，这场仗打的就是过瘾，又太不靠谱。哎呀，是啊，你们辛苦了。来，参谋长啊，我真为你们担心，生怕被敌人发现了。小李，到，给叶斯发报，要求增援部队2日内到达，至少给我3、4个满员团，否则我无法完成任务。老段，哎，就这么发，撤职处分杀头，随他们便吧。是。回来，这份电报只属我一个人的名字。是。哎，等等，把我的名也署上，去发吧。是。哎呀，这次太悬了，得亏你用了那招偷梁换柱之计啊！哼，靠投机取巧，侥幸成功啊！机会只有1次，以后不会再有了。是啊。师长电报。哎，来，给我吧。你们应该以更加激昂的斗志，积极发现战机，扩大战果。叶斯命令我们，今天晚上就要把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发过去。首长，开饭了。首长，开饭了。开个鸟！给我出去！是。真是，打就打，谁怕谁呀？部队又不是我们家的，拼光拉倒！哎，你太没原则了，再想想办法。有办法早就用上了，我现在就拼给他们看！哎，走，道路。老段，
怎么办？哼，全军打着火把到山外游行去，每人剩1颗子弹留给自己。关键的时候，你打死我，我打死你，不当俘虏就行了。哎呀，老段，哎，就这么发，这3天的作战计划就这么报了。哎，老段，你别着急呀。指示电报。是苏司令署名的电报。援军已经出发，待援军到达后，速来电告知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对呀，这什么意思？这是援军？哪儿来的援军？哪个部队来的？从哪个方向来的？来多少人？这什么都没写啊！这个，你放心，苏司令一定有妙计啊！这我怎么看不出来啊？师长，回个信问问。报告，又怎么了？来了个老乡，说认识段师长跟胡政委，要求进来见首长。我们刚到，怎么消息就泄露出去了？怎么回事？我马上让保卫科查查，到底是谁，怎么得到消息的？哎，人家既然说认识我们，就叫进来看看吧。是。哎呀，二位长官，别来无恙乎啊！嘿，哎呦，老首长，老首长，你怎么过来的？哎呦，做梦似的！哎呦，行了，哎呀，行了，首长，您来了也不预先通知一声啊？就是啊。哎呀，是我呀，不让他们告诉你们的。我这不做了几天地下工作吗？我挺忌讳过早的暴露个人行踪。哎，警卫员，到，快给首长找把凳子。是，快去！千万别客气了啊！哎，我说你们在这儿是不是等援军呢？啊，是啊。好，给叶司首长发电报，就说援军已经到了。啊，援军已经到了。这，首长，哎，那援军啥时候到的呀？就是多少人，在哪儿啊？啊，这不在这儿坐着呢吗？他们说呀，给我派2个警卫员。我说不用，我一个老头在路上走，这没人理会我。这我后面要是跟着2个，那就叫别人起疑心了。那，就您一个啊？就我一个？哦，你是带装备来了是吧？我听说呀，叶司新弄到一批美国手榴弹，威力可大了，弄一些给我们也不错呀，啊，是不是？是，我是带装备来了，我这带了个木棍子，这就是装备，看到了吧？开什么玩笑？是。我知道你们现在想见的人就不是我，但是也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来欢迎我吧。首长，我们不是冲您，我们是对野司有意见。是啊，您说老首长来了，那我们8个都拍不赢呢，哪有不欢迎的道理啊？哎呦，再说了，老首长这一来啊，我们有主心骨了，是不是？这天塌下来啊，有个儿大的顶着，我们什么都不怕了。你小子还是那么精明。警卫员，给首长弄饭吃。哎呀，我一看到你们俩呀，还就想起了雷公山游击队的事儿来了。你说那时候咱们在一起啊，那枪打的，咱们是啪啪啪啪。哎呦，还真是，那会儿我们跟着老首长打游击，那是东杀西砍，大块吃肉啊！哎，穿上的草鞋，顺脚扔在浙西大道上，看都不看一眼。是啊，那个时候首长啊，真是豪气冲天，拎着3杆梭镖啊，他就敢打县城。一打仗的时候啊，就爱光膀子。那一线的狗啊，见到首长，吓得躲在墙根里打哆嗦，要不然抬手就一枪啊。我的枪法那就是啪啪啪。报告首长，没找到板凳。你怎么这么没用啊？我去找。哎，行，
这样，我说大盆水，让首长洗洗脸。啊，是。哎，这倒行。我看你们几个都像门神似的，也应该洗一洗了啊。走走走。